大家好，我是行进团的于耕耘，是一位来自广东的95后歌手。我想先展示一个物件，对，就是这张照片。这张照片里的哨子呢，是我为了这趟旅行准备的，它代表了集结和起始。当我在嘎让服务区吹响它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一个词：人生第一次。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方式，以物换物。其中呢，我最想分享的是，在嘎让服务区哨声响起，我们开启了3个陌生男人的旅行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身处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。我们一开始都很莽撞地认为，爬上雪山取源头水轻而易举，但真正随着海拔升高，我们接受了到来自它的考验。风夹着雪，凉意从脚底袭来，直至手关节，心脏和胸口猛跳，却不能呼吸。暴露在外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刺痛、僵硬，莽撞在此被击垮。这个时候呢，蛋子老师给了我一杯他拎了一路的藏奶茶。那一刻的藏奶茶，像是被救出水面时呼吸到的氧气，是让冰雪消融的火柴，靠着这杯奶茶的补给支撑我走到了黄河的源头。所以这一站交换了喝奶茶的碗，对，同样还有若尔盖换到的3袋草种。这是一位皮肤都嵌着年轮的老人，得知自己的儿子为了守护家乡，默默地组织自杀后，为他一粒一粒纯靠双手收回来的3袋草种。第3站，我们带着草种去见了花儿，兰州。从李基金老师唱的《没有黄河我活不下去》开始，播放了我们兰州的曲调。面对170多种曲调和数不清的拟声词的花儿，我们卯足了劲，要完成这个挑战。数字挑战完成的那一天晚上，几个男人喝了点小酒。晚上呢，在黄河边的风像是夹杂了沙，所以戴着墨镜、留着长发的西北男人哽咽了。他说：“兰州来来走走的人太多了，像黄河一样，吵吵闹闹的来了，又急着向东奔走，但我们不急。每天就骑着我的自行车，走呀走呀走，跟着黄河东奔西走，我的花儿就这么来了。”所以呢，最后静静哥把他鸽子市场淘到的单车坐垫交给了我，跟我做了交换。40年的单车坐垫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载着他的主人，在这片土地上走街串巷。后面呢讲的故事呢，是我特别想讲的一个稍微比较严肃一点点的故事。1987年，外国人出资30万购买长江首漂权，一群青年得知有前辈为捍卫长江首漂英勇牺牲后，自发组织黄河漂流探险队，完成了中国人首次用无动力工具完成的对黄河的全程漂流探险。漂流队一寸不落地漂完黄河全程，填补了世界探险史的空白。漂流过程中，7名勇士壮烈牺牲。我们在黄河上与这群勇士相遇了。头发花白的老人再次踏上黄河，为我们引路说：“我们的冒险已经结束了，未来的冒险是你们的。”于老脱下了他中国探险队的外套给了我，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披上的是勇气的铠甲。洛阳站的结束，意味着我们的旅途进入了倒计时，来到了山东。我的以物换物来到了最后一物，你们猜是什么？我很巧合的来，我又换回了哨子。这是上午划龙舟，我的队员换给我的。拿到它的那一刻呢，我不禁感慨，兜兜转转回到最初，多妙啊！下一季再会。